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香港会成为另一个福克兰群岛吗？这个问题是一个需要一点历史知识啊，历史知识。福克兰群岛也是实际上是英国的另外一个属土，海外属土。那么后来在1982年，阿根廷去占领它，然后就发生了一个福克兰战争。我们今天讲这个议题呢，讲的是香港问题，但是其实最终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中英关系，讲的是中美关系，当然落脚点就是香港啊，这里面有点非常复杂的因素啊。那么今天这个议题呢也会比较长一点。那么请大家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那在讲这件事情之前啊，我要澄清一下星期六从星期六开始啊，我们星期六的议题就是会员直播有一个议题，就是讲现在正在美国发生的BLM 的运动啊，就是黑人的民权运动。那么这个会员的直播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当然其中包括什么呢？我会直播之后，我在这个社区贴出来的2篇文章啊，也有很多网友不同意啊。那么这里面我要讲2个立场。第一个立场，我在这里准备的节目都是我的看法啊，我有我自己的意见，我有自己的看法，网友可以不同意，这没有意见，没有问题啊。那么但是网友也要允许我把我的意见陈述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网友可以不同意，但是你不可以阻碍其他人去认知这些事情啊。你可以不同意，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表达你不同意的看法，但是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我在社区贴上这个关于这2篇文章，这2篇文章我认为非常值得，无论是海外还是海内国内还是香港还是台湾的网友都可以去看这2篇文章，我值得可以参考的。那么有一些网友写了很多的反对意见出来，这就是语言暴力啊，就是用这种方式阻止别人去接受新的信息啊，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我把这些全部删掉，我在这里跟大家讲，我是把它删掉了啊。那么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有网友表达不同的意见，我觉得你可以表达不同的意见，但是你还是不能够阻止其他的网友接受我的信息啊。那么在这里就是说，你说我有不同的意见，不要讲这种话啊，不要讲这，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你用其他的方式去表达，你不能阻止其他的网友接受这些信息，而且不能用这种方式来阻止别人接受这个信息。你不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你已经不是在表达不同的意见，你已经是在用暴力的方式阻止其他人接受，或者是强迫我去接受你的意见，这是不对的啊。我在这里澄清这2个立场。所以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言论自由是一回事，语言暴力是另外一回事啊，好吗？好，那当然我一直讲过一件事情啊，我在这里提供的不是标准答案，是我的看法，有些你同意，有些你不同意啊，有些是对的，有些是不对的，实践会检验这一切。大家可以往前看我们做的这个频道的所有的视频，没有删掉过一个，没有一天是中断过的啊。那么我错了我就认错，我对了我会坚守。昨天有一个网友跑到 Facebook 去跟我说他取关了。
我跟他讲，我说，我非常感谢你的支持，但是我也同意你的坚守啊，你要坚守你的立场，这个是没问题的，我也要坚守我的立场，我只能目送你，欢迎你经常来啊，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这样的态度，就是说你有你的坚持，我有我的坚守啊，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意见，我不强求啊，我不强求。如果你要离开，没有问题，但是不要吐痰，走之前不要吐痰啊，好吗？好，那就这样，那我们就今天讲今天的主题，我这件事情我就放下了，我希望所有的人都放下啊，我们往前走，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议题是香港会成为另外一个福克兰群岛吗？福克兰群岛是我们等一下详细的介绍啊，先讲新闻。全国人大5月28号通过了港版国安法的议案，那么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港版国安法进行立法。港版国安法的这个细节到现在还没有公布啊，这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事情，就是你准备出一个在香港通过一个法律，可是这个法律到现在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是个怎样的法律啊，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国式立法，就是这个法案到它公布之前是没有人知道的，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关起门来的那些人以外，没有人是知道的，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行为啊。那么本来呢，6月18号到20号啊，马上就要明天了啊，明天要开的这个也不是明天哦，这今天已经是今天了，不是，今天是15号哈，国内是16号，那就是还有2天啊。6月18号到20号是要召开一个人大常委会的啊，这是一个法定会议，是具有法定就是法定议程的会议。但是呢，虽然这个5月28号全国人大通过了这个港版国安法的议案，它是要授权人大常委会立法，但是这次人大常委会6月18号到20号的人大常委会的议程里面是没有列入这个议程啊，也就是说，人大常委会这次不会审议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理论上来说呢，港版国安法应该是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叫法工委把它就是形成一个法案，然后呢法律草案提交给人大常委会审议，通常会审议2到3次啊。但是这次呢，法工委就没有提出一个这样的议案、法律草案，所以理论上这次不会审议啊。那么中国好像又在这件事情上又不着急了啊，但是呢，你可以看哈，港澳办、中联办、特区政府手上活一点都没闲着啊。我先讲一下另外一条新闻，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基本法30周年纪念研讨会啊。我们经常做这种官样文章，但是他们在官样文章里面通常都会要放进去一些东西啊，那么第一，他讲这个港澳办副主任邓中华他有一个发言，他讲了4点，这个发言很重要讲到了国版就是港版国安法的一些细节。第一，我把它归纳成4点。第一点，港版国安法具有不可挑战的权威地位，中央及特区应设立相应机关维护国家安全，中央应保留在极其特殊情况下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发生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实行管辖的权利。第二，香港必须设立相关
执法、检控和司法机关专门部门，并指定专门人员处理国家安全案件。中央驻港机构有执法权这是第二。第三，中央实行管辖的案件少之又少，不会取代香港特区有关机关的责任，必须有实际抓手，产生震撼震慑，不能只是喊喊口号做个样子。第四，这不会影响香港的独立司法权和终审权。好，这4点呢，怎么看怎么看？港大法律学院的教授陈文敏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香港最权威的这个基本法的专家他是这么说的他这么说，在香港实施港版国安法等于撕毁一国两制。他认为中央政府在香港有执法权和管辖权，破坏基本法。基本法的一个基本的精神是什么？基本法的基本精神是一国两制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呢，其中有一点就是香港高度自治。什么叫高度自治？司法、行政、立法这3权完全独立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得干涉香港的这3个司法、立法、行政的权利。那么从现在来看，这个港澳办的这个副主任讲的这个话，就完全在干预香港的司法利用这个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去把手伸到了香港，这陈文敏说的这个话非常对然后呢，英国外交部发表了最新一期的香港半年报告书。大家好像觉得香港回归中国之后，英国人啥都没管了，其实不对的。英国外交部每半年提交一份香港半年报告书给这个国会，报告香港过去半年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第46份这是第46份，也就是过去23年这个报告呢，实际上是去年的7月份，7月1号到年底这半年下半年，去年的下半年，去年下半年当然就没包含这个港版国安法。那么但是这个由于这个为什么现在才审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英国下院3月份下院就关闭因为疫情那么上个星期才恢复这个审议那么外相就英国的外相拉布，就是还是虽然这是去年下半年的报告，但是他还是在讲港版国安法。他说英方深切关注即将在人大常委会进行的具体法律草拟工作，他很了解情况他说草拟中的国家安全法破坏了一国两制的框架，在该框架下，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以及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和司法权。对于中国政府而非香港特区政府所属的机构直接把国家安全法在香港实施，将完全抵触基本法第23条以及中国根据中英联合声明所承担的义务其实我说的拉布的这条新闻和前面港澳办的这2条新闻是完全针锋相对的那么这次报告还说到了这个逃犯条例，就是反送中运动那么等等吧然后就是外交事务助理，就首相的外交事务助理叫盖德纳出来说说什么呢？英方决定逐步但彻底的甩掉华为。他说这是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2023年之前彻底取代所有的华为在英国电讯行业中的所有的角色和位置
英国等于就是宣布华为将离开，英国政府会补贴那些叫什么电讯公司，让他们把华为的设备全部换掉。就是说我们之前讲英国开始的时候在 5G 上面美国一直说英国不要去用华为的 5G， 其实刚开始英国的态度是有点暧昧的有点暧昧，所以一直在讨论到现在的结果就是，不仅英国不会用华为的 5G， 而且英国要把所有华为的设备从电讯公司中清除掉。他形容这叫什么呢？这叫日落计划这是个日落计划，就是华为在英国的市场上就像太阳落山一样，渐渐释出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6月14号就是昨天6月14号是英国的一个很特殊的日子。6月14号是福克兰群岛就是光复周年纪念。但是1982年，今年是2020年，这不是一个整数年但是呢，英国保守党的这个网页上就公布了一个纪念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纪念什么呢？纪念福克兰群岛光复周年纪念的一个这样的画面这个画面有一些特殊的含义在这个时候那我的理解就是保守党在发出一个信息，发出什么信息？英国不怕再来一次福克兰群岛的战争这是一个非常有英国特色的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我先把所有的新闻全部跟大家讲一遍，然后我们再来讲形势分析先讲一个历史故事，就是82年4月到6月，阿根廷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叫福克兰群岛战争。中国就选择用这个阿根廷的称谓，叫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马尔维纳斯群岛是西班牙语那但是它的官方名称还是叫福克兰群岛战争因为那是英国的属土，英国占领的原来的阿根廷领，这跟香港是有点像香港，但是我没有查到它是割让还是怎么样，应该是割让的割让的。那么8月份它是这样，1982年的4月2号，这个阿根廷总统贾尔铁里下令对这个福克兰群岛发动进攻那么4月4号就占领了福克兰群岛。那么当地的其实那个时候英军非常少，大概只有1-2个班这样子，然后本来他们英军就要从他那撤军的然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决定还击派出英国皇家海军就出动什么呢？特遣舰队叫 Task Force 特遣舰队主要的核心就是2艘航母，一艘呢就是无敌号，一艘是竞技神号。这2艘航母，无敌号是最新服役的刚刚服役。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谁呢？就是安德鲁王子也在无敌号航母上，他是一个直升飞机的驾驶那么4月中旬，战争就开始打响一直打了2个月。6月14号，阿根廷驻军司令向这个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的摩尔少将投降，9800名阿根廷军人成为战俘。
然后福克兰群岛战争正式停火。过了3个月，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9月24号也是82年9月24号在人民大会堂见面会见，基本上确定了中国会收回香港主权，大概是一件这样的事情。那么我们先讲我们划分两头，一头讲现在的香港局势，另一头讲英国。先讲香港局势。香港局势这里面有2个发展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发展就是蓬佩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会在这个夏威夷见中国的官员。现在所有的信息都指向是谁呢？指向的是这个叫我这一下子嘴边上叫什么？杨洁篪。那么也有可能是王毅，但是杨洁篪的可能性最大。杨洁篪，这是一个非常的非常敏感的信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我认为中国现在的对外的，我们上个星期我们做过一个专题。实际上中国现在对外的战略框架正在崩塌当中。核心的问题是什么？核心的问题是由于港版国安法已经令中国的对外的战略框架开始崩塌。核心的问题是这个。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前提，就是中国的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中国经济现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外部环境又这么的恶劣，这2个条件决定了什么？决定了中国在香港的冒险走不下去。所以才会有杨洁篪和这个蓬佩奥在这个夏威夷的会面。我认为在夏威夷的这次会面没有任何的疑问，只有一件事情要做。我们之前分析我认为只有一件事情要做，中国要向美国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妥协，它不能让中美之间的冲突继续扩大下去，那是中国承受不了。中国承受不了，这是一个大背景。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港版国安法的推出和之前的反送中条例的有本质性的不同。之前的送中条例它只是其中一个条例，就是它赋予中央政府某一些权利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基本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它还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的事务。但是港版国安法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讲的第一条新闻，实际上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中国政府是利用港版国安法彻底的抛弃了香港基本法确定的一国两制的这样的框架。当然它就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的最重要的前提是什么？香港高度自治，我才把主权还给你。没有香港高度自治这件事情，我是不会还给你的。这是一个国际条约，中国是做出了一个承诺的，香港会高度自治。他不是说我给你高度自治就高度自治，我不给你高度自治就不高度自治，不是这样。他对英国是有承诺，对国际社会是有承诺的，这是一个国际条约。这件事情发生的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当中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得到的后果是什么？当然首先是美国的强烈的反弹。其实英国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反应那么强烈但是
美国的反应出来之后，英国也跟着就反应非常强烈。英国的态度其实是在美国态度出来之后，他就非常的明确强硬起来。就是英国刚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那么强烈啊，就是港版国安法刚出来的时候，没有美国更强烈，不比美国强烈啊。他当然也有反应，然后他后来英国的态度是日趋强硬啊，日益强硬啊，它是有个变化的过程的啊。那么这次于是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局面？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西方国家在香港议题上开始慢慢的结合起来，开始慢慢的协调立场，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就是中国在撕毁一个国际承诺啊，然后再对香港实行一个他们认为不可接受的行动。所以西方国家开始在香港议题上集结协调立场，这对中国是非常不利的。第二个，英国和美国开始在这件事情上进行合作，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承受的。所以我认为以目前的态势来看，港版国安法往前走不大动了啊，走不大动了。就是从外交内政的各种条件来看，我认为港版国安法继续往前走的可能性不太大，甚至我认为有可能在这次夏威夷会面当中，中国可能会向美国做出某种程度上的保证，就是我就到这儿，我不往下走了。但是这是没用的，这是没有用的啊，这是没有用的。为什么？香港人不会停止反抗，香港人的抗争其实在这件事情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理解，我为什么给大家看那两篇文章啊？这两篇文章反映的什么？一个是香港人怎么看待 BLM， 而且他们是通过什么角度去看香港的抗争和 BLM 这场运动之间的 connection， 就是联系。这两个都是香港的学生领袖啊，学运领袖，所以他们的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啊，是吧？就是这个原因就在这里啊。所以香港人的抗争其实对香港的前途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啊，在这件事情当中啊。好，这是一部分。好，我们来讲英国。英国现在第一个，美国人开始在香港对中国开火啊，就是川普宣布的那几项措施，实际上最核心的就是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啊，其实就是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而且在部署这件事情。那么实际上，美国是握着一些杀招的啊，杀招。我之前说过，美国说要开始阻止一些资金的进出啊，等等很多啊。但是其实有一些更极端的办法，就是香港就1秒钟就这件事一宣布，香港的运作就会完全没办法终止啊，就是阻止香港美元结算，那你的连续汇率就没有了，就不存在了啊，这件事情整个港元就崩溃了。所以其实在香港的这个运行当中，美国的决定性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什么？香港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才有香港？香港是建立在金融中心的基础上才有香港，没有金融中心就没有香港。那么在金融这个行业，基本上在金融这个领域，基本上全世界都离不开美国，所以实际上没有办法抵抗在香港的议题当中。那么美国在香港议题当中出手之后，英国的态度也马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什么？第一个改变就英国决定什么呢？
决定把这个 BNO 的这个就是英国海外居民 BNO 就是英国海外居民护照的持有人的在英国的停留的居留的时间延长到1年，而且会给他们一个公民身份的通道啊，这是一个非常强硬的措施。为什么？香港最核心的是什么？香港的作为一个金融中心，最核心的还是人才，人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什么东西都跟着人才走，业务可跟着行业跟着人才走，钱跟着人才走，人要是没了，这金融中心肯定就不甭提了。英国要是把这个给这些人身份，意味着什么？就等于在掏空香港，这是个非常强硬的，他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的非常大，这是中国受不了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想一下英国现在的处境，英国现在的处境是很尴尬的，尴尬在两头。第一头是什么？第一头就是他脱欧。这一头脱欧呢，实际上英国脱欧是有很多的首尾怎么后遗症，会有一系列的后遗症，对英国是有损失的啊。就是我们说小扒一层皮吧，就是英国离开欧盟是等于是小扒一层皮啊，小扒一层皮，这是一个对英国来说是有一些沮丧啊，有一些沮丧，这是一头。另外一头，你想一下，中国推出港版国安法，这就生生的打脸，因为它等于就是港版国安法就是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撕毁中英联合声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英国和他签订的国际条约无效了。英国是什么？英国是个帝国，他跟很多国家签有国际条约。如果他可以允许中国撕毁他的中英联合声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所有的信用都不成立的，因为他签的这个条约都可以不生效，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到一起来看，你觉得英国需要什么？英国人也不是吃素的，那大英帝国这么多年，他从来不害怕战争，就像我说的福克兰群岛一样，福克兰群岛你要占领是吧？那我就打，那就是战争。你翻过来想，如果中国在香港问题上违背中英联合声明，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这个叫什么？保守党他们的这个首页贴出来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个，那就是一场战争。那香港就是另外一个福克兰群岛，这个是不是具有条件呢？是不是有这样的条件呢？原来没有，原来在英国单打独斗的时候，我觉得英国人不会发出这样的信息。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现在美国人在干这种事情，美国人站在他旁边，所以无论是国际形势也好，到包括港内的形势也好，英国人在这件事情基本上已经走到美国人的前面去了。他的信息是什么？他的信息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法律通过，等于就正式把这件做实了。你只要做实这件事情，那就是战争，没有话讲。为什么？因为他有一个盟友美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果美国跟英国结盟这件事情，那我认为这个形势对中国来说是不可承受的。这就是有点像当初什么呢？当初邓小平对撒切尔进行一个恫吓，意思就是你要是不同意，我们今天就把香港收回啊。那个时候是恫吓啊。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英国把这句话
还给中国。就是如果你这么干，你要摧毁一国两制，你要摧毁基本法，你要撕毁中英联合声明，那就是一场战争，一样的，同样的信息。所以我认为从这一系列的条件来看，我觉得港版国安法是没办法往前走的，走不动了，现在也就叫走不动了啊，往前走不动了。但是你觉得大家会就这么善罢甘休吗？我觉得也不是啊，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按照基本法双普选，给香港人还政于香港人，让他高度自治，不到这个结果不能停。这就是在香港问题上可能发生的一些转变。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题目大概就是一件这样的题目啊，这样的题目。好吧，我们今天的议题就讲这么多啊，我不想展得太开，因为有2点没办法展得太开。第一点，这个杨洁篪和这个蓬佩奥在夏威夷到底会谈成什么样，现在不知道啊，现在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这样的分析。这个分析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图画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图画啊。那么我们要等待什么呢？等待2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蓬佩奥在夏威夷和杨洁篪见面，他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人大常委会到底还有几天，到底在这次常委会上会不会拿出来港版国安法？如果他不拿，我们就要看他下次会期是什么时候。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他没有把它放到议程上来看，说明中国在这件事情上是有顾虑的啊。我们之前讲过2点啊，我这里再澄清一下。第一点，集权的韧性啊，集权的韧性，它通常在一个范围、一个地方。集权任性就在国内，对着屁民们，他就集权任性，他想怎么弄怎么弄，这叫集权任性。但是在香港议题上，我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完全透彻的想清楚港版国安法的后果，这就是中共做事情的烂的地方，就在这里啊。所以他们就任性，他觉得香港回归了，那是我的内政，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就这么干了，怎么地吧，大概就是这种。他认为他是在香港做这事情是一个国内的事务，他这么认为，笨嘛，非常笨。结果这件事情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实际上他是没有可能任性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是谁？美国、英国、其他若干国，所有的国家，所有的西方国家，他能任性吗？任性个屁，他任性不了。我说句脏话，我是很气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这样，集权的任性只有一个地方，它可以集权任性，就是在屁民面前。在屁民以外，他也任性不了，他受到很大的限制，他的条件。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样。那么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我们现在进入这个3个情况、问题、观点，好吗？谢谢。好，我们今天呢明谢一下Lancelot 张征，谢谢。咖啡一杯聊表支持社区2篇贴文都看了，很多启发，感谢。10月天，谢谢。Daniel 梁，谢谢。Bella 瑞，谢谢。Vivian Z， 谢谢。Kitty Lee， 谢谢。邵庐山，谢谢。Patrick 长，谢谢。姥姥王，謝謝。早晨黃生，老友嘅 Vicky 曹小姐，佢唔識打款，佢請你飲杯奶茶同埋臘味飯，
谢谢啊 ，Tim，谢谢，谢谢支持香港，不用谢，我也是香港人啊。观点，肖生也是这么认为，中方要么不退，退的话就要退到双普选，美国才肯收货。是的，中国要是退的话，他不退到双普选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包括香港人啊。观点，美中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美方完全没必要直接动用武力，只要全面制裁或者全面封锁就可以掐死中国。中共方面又不大可能有胆子用武力解决美中台中问题，中国体量越大，制裁效果越明显。我不同意中国体量大，所以可以支撑很久的观点。观点应该说英国把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是说英国把香港主权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97年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拥有过香港主权。南京条约的原版还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手里，所以英国没有把主权还给中华民国，而是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OK， 非常准确，很对。提问，请问王先生，中共公开宣布撤回港版国安法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他公开宣布，你就像上次的这个引渡条例啊，上次引渡条例他没有公开宣布，他一直拖着，说就是特首就说，哎呀，我们这个事情就放在那儿了，不会往前走的了。香港人不干，最后没办法才宣布我们终止这件事，这个立法，甚至告诉大家我们已经撤回议案。那么那就是大家就要看他打脸，打一下，打给我们看一下啊，打了是吧？那行，这是一样的啊。中共有没有办法公开撤回港版国安法？我觉得中共一开始的做法是什么？就像这次一样，他不放上人大常委会去，人大常委会不进行这个立法程序，他就在这放着啊。他一开始应该是这样，但是没有用。他这样做，就算他这样做，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西方国家不会停，那个制裁会一直往前推，所以他没有办法，最终他还是要公开撤回。然后如果他不公开撤回，我觉得美国人跟英国人都不会放过他们啊。所以如果中国想在港版国安法的议题上回撤，那就必须当众打脸，不打脸他撤不回啊。观点，华人和黑人都要平权，但是两者追求的平权完全不同的概念。平权还有不同的概念吗？我不觉得，平权就是平权，就是平等的权利，所有的人拥有平等的权利。我不觉得，我不认为这是不对，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啊。问题，种族歧视与阶级歧视有本质的不同吗？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啊。观点，我的朋友在医院工作，直到现在只发最低工资。我们要学会分析国内软件。昨天凌晨，关于北京疫情所有段视频基本上全部被和谐。直到早晨起来看段视频，大家可以关注到，不只是海鲜，还有蔬菜都甩锅给其他国家，包括 CCTV 新闻在云互动中让朋友讨论美国3艘航母对其他国家的威胁和政治行为，变着法儿的给国人洗脑。情况，关于共匪军的军事能力，讲2个小故事。一，京津某高炮师虚报作训计划，然后将物资如靶机、油料等拿去卖钱。我问某大兵怕不怕开战，答曰怕个卵，枪一响，老子第一个把我们团长崩掉。另外，千军万马，百万雄师，军级售价1000万，师级售价100万，这样的军官愿意死吗？几百万大头兵，多少是独生子女，家里会愿意去当炮灰吗？
这个情况比你讲的还要严重很多啊，还要严重很多。这个军事能力，我觉得吹牛的成分更多啊，吹牛成分。我一直讲的一个问题，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认知60%是假的，为什么？因为他诚心欺骗，他诚心欺骗的原因是什么？对内对外都骗。对内骗老百姓，洗脑用啊，用来洗脑，这是一头；对外骗就是欺敌。他其实中国的对外的政策就是一条，都是坏人，只有我是好人，你们都得，所以他全部都是欺敌之策，那叫。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西方国家高估了中方的实力，这是一个啊。但是西方国家又低估了中方的决心，就是他要干这件事情，他真的下了很大的决心。他有些东西西方是无法理解的啊，什么理解？他在海外或者在某些国家，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愿意付出巨大的成本。这西方国家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为什么？因为这些资源他拿不到的。你要做这个动作，你基本上没办法过预算的。但在中国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老百姓吃1年的草，他也要把这事情干成。为什么？领导想干，你就得让他干。所以这是西方国家无法理解的行为，这种行为模式，西方国家甚至无法想象的。所以呢，西方国家出现的最大的误判是什么？就是高估中方的实力，同时低估中方的决心，所以才会出现现在这个局面。现在这个局面根本就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在哪里？就是你说邓小平把撒切尔给吓着了，说啊你不行，我就今天晚上就打，你打试试。那个时候英军去打，跟解放军打试试，我觉得没什么好打的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西方国家的误判的原因就在这里啊。当然这里前提就是一个字，骗啊，骗。情况前2天中国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不可阻挡，王老师怎么看啊？这好像是在示弱，但我看了一下原文啊，原文并没有太强的示弱，只是这个标题有点标题党。但是这算不算一种信号呢？也可以算是一种信号啊，就是他得找个弯转一下，否则你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你转不过来，所以他可能会说一些废话，让自己把这个弯转过来，也有可能啊。观点，个人觉得国安法还会强推，就如同王老师说的，一旦双普选，那金融中心还是控制在华尔街大鳄下，那中概股回哪儿去？ A 股赌场吗？习的对立政敌，资金还是从香港流出？我觉得一定会走下去，不一定。你想一下，如果不双普选，你现在这个形势下，香港金融中心就没了，对吧？你想香港还有金融中心没有了，那不就是如果是这样的，那你 A 股中概股往哪回？你现在中心都没了，中概股还去香港吗？也更回不了香港了。你如果是什么？你如果金融中心还在，中概股还能回香港，至少还能回香港啊。你说金融中心在华尔街，控制在华尔街大鳄下，凭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说香港金融中心是控制在华尔街的大鳄下？那你这不了解情况啊。我觉得他没有力量强推下去。我刚才讲了半天，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中国现在已经没有力量强推国安法，他的强弩之末了啊。提问王先生，香港政府已经烂成如此，有没有国安法也不会给香港好日子过，对不？不对。如果香港人民得到了双普选，香港就不会这么烂下去。烂下去的是因为
特区政府被中共完全渗透，已经没有行政独立了，香港才会烂下去。香港烂下去的原因是特区政府的问题。如果你双普选，怎么会香港烂下去？烂不下去，他连预算都过不了。观点强推港版国安法，成功的转移病毒大流行问责的压力，结合印度边界搞点事情，金与正放点大话，全世界都找不着北了，也不是。港版国安法转移视线哪里？我还是那句话，不要去讲转移视线，不存在转移视线。为什么？你们家房子着火了，你跑的把你们家另外一个房子再点着，你不能解决这个房子的火势，那个火那会把这个火连成一片，怎么弄？你说说看。所以没有转移视线这回事啊。港版国安法，你让什么呢？让美国和西方国家找到了另外一个用力的着力点啊。情况以前做部队里的演出真是黑暗，要回扣，疯狂的吃回扣。空军里的大合唱，平时彩排的时候都聚在外面抽烟吹牛，海军更是看起来不行，就这样混日子还指望打仗。我就说了，部队里的不堪比你们讲的还要严重100倍啊！所以他们吹牛，这就中共的吹牛不是一般的吹牛，那真的是吹大牛啊！问题，王先生现在对 BM 的看法是不是和以前做的左派虚伪的那一集观点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所以你没有认真的看啊，没有认真的看我的观点。我的观点是什么？我再重申一遍。第一点，黑人的民权运动是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方的左派在这件事情上非常的虚伪，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点，这个没有错，但是他们没有看到香港，没有看到中国发生的这一系列的人道灾难，理解吗？这两件事情矛盾吗？那你要好好学一下逻辑，听得懂吗？我再讲一遍，西方国家看到了黑人面对的这种系统性的歧视，西方的左派支持他们，这个并没有错，我没有说这是错的，我说的是他们伪善。为什么？因为发生在香港的一系列严重的人道灾难和发生在中国的一系列的严重的人道灾难，西方的左派一个屁都没有放，这是不对的，这是伪善，理解吗？好，观点非常认同王老师说，中国是歧视现象最严重的国家，歧视在中国无处不在，但我认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种族歧视。西方的种族歧视反犹、恐同和基督教义中的偏见有关，世俗的中国人很难理解这一点。中国人对黑人的歧视更多的是基于世俗的族群歧视，就像中国人恐同是更多基于世俗的宗族观念，并不源于圣经，也不认为同性恋有罪。非常正确，我很同意啊。观点，中国的歧视链是世界上最庞大和复杂的，开不一样的车，带不同的宠物都有歧视，所以对于种族歧视的言论，我个人没有发言权、发音权，我首先要审视自己。很棒的同事啊。观点，平权的问题是现实的存在，巴西的黑人工资的确比白人低，但这也是现实所致。你解雇一个白人不需要解释种族问题，你解雇一个黑人，他会问一句是不是因为我是黑人，你回答的不好肯定要吃官司。巴西种族歧视最高可以判2年，雇主需要把这个成本考虑进去。王先生说的都对，可现实中有点反差啊，是这样啊。我们讲事情，最现实的事情是这样，没有一个道理可以推到极致去的啊，也没有一件事情是完整无缺的啊。我们说我们遇到一个问题，
不是说我们在所有的领域都会遇到这个问题，或者在所有领域都有这个问题，或者在所有领域都有同样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连这个逻辑都分不清楚，我们讨论这些干什么？对吗？所以不要用这种连逻辑都没有的观点来反驳我，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我不会在这件事情做任何的退让。如果你不允许我表达我的意见，你可以另外再找地方表达你的意见，好不好？观点，看了王先生发的文章，觉得华人国内没有得到的东西，自由和平等，在国外不努力也没有办法维持住。没有免费的自由，更没有免费的平等。对了，其实我一直认为香蕉人这种说法很搞笑，有批评别人背弃自己种族文化的一面，又带着对白人的仰视，否则为什么不说中国皮美国心，要说黄皮白心呢？想问一下王老师，之前王老师讲过左派的虚伪，现在你的观点有改变吗？对于国人真的不太好理解这个问题，我刚才答过了，好吗？情况，我在北京一家知名企业，现在所有的人进行核酸检测，附近超市的货物已经抢购一空，现在大家都不敢出来。这就是后遗症。王先生好，完全同意您的分析。这次中共夏威夷与蓬佩奥会面，绝对是向美国妥协。最近中共对香港人喊打喊杀，当香港人是杀父仇人，更可恨的是香港土共这帮女鬼蛇神倾巢而出，为中共摇旗呐喊，但港人不会退缩，一定为保家园抗争到底。我是这么分析哈，但是这只是一个分析啊，一定是不一定的，一定你要等它发生啊。但是这一点，就算是这一点正在发生，香港目前的这个人道灾难还在持续，它需要一个进程，需要一个什么进程？就是你要知道一点，中央政府。北京的中央政府对特区政府的控制已经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所以实际上香港人还会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未来是没有那么轻易会改变。这里面有两条，第一条就是中国如果要退，它怎么退？它越是要退，它就在香港会越疯狂。为什么？因为它防止局面失控，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在这段时间一定要小心小心就是越是这个时候，他们在香港的行动会越疯狂就是这个。所以一方面我们要保持信心，保持希望，满怀希望，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我们还是要继续抗争，不能停抗争如果放弃抗争，这个时候放弃抗争，那前功尽弃。香港人的前途决定于香港人的抗争，这个非常重要观点6月15号，人民网，中美两国人民友谊不可阻挡，夏威夷会面就是为中方妥协，先做舆论和心理准备，也只能有杨为代表，因为王毅是战狼的头狼，让王做代表太丢脸。外交这个方面倒没啥都不一定，但是我觉得杨洁篪的身份合理，因为他的级别比王毅更高，他的授权应该更大好，明谢Mike 猪谢谢 Merlin Ma 谢谢 Lam 4902谢谢。看了叛逃的前 KGB 特务尤里贝兹梅诺夫在80年代警告美国关于苏联渗透战略的课程，重点就是要向柔道借力使力，在适当的时候引导激化民主国家自发的矛盾和冲突。当人民陷入内斗，失去对国家核心价值的信任时，共产主义就趁虚而入，最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
预言了一大段时间以来西方传统价值崩坏的过程，非常值得一看。OK， 谢谢。产 Claudia， 谢谢。Burke 张，谢谢。Very TI， 谢谢。孙 Stephen， 谢谢。Chip Pok 陈，谢谢。陈产期 Pok， 谢谢。观点应该说英国把香港主权，讲过了。请问王先生，中共公开宣布撤回港版国安法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最终中共还是要公开宣布的，因为如果他不公开宣布的话，美国人不会接受的美国人不会接受的。这是什么？好，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希望大家能够去社区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贴出来的这2篇文章。我还强调了一句话，大家一定要用开放的心态去看看别人的角度，这非常重要。民主政治也好，这个开放的社会也好，这是非常基本的价值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好吧？好，谢谢大家，再见。